郑州最近特别冷，这几天还一直在下雪，冻得院里的喵都躲在猫屋里吹空调，不愿意出来了。就在这么冷的天，我们收到了一个特别的包裹，包裹里面装的是一只猫。邻居说它特别乖，是被别人遗弃的。咩，乖，咩，摸摸，哎呦，好乖哦，小可怜，那么乖怎么会被弃养啊？怕它饿着，我跟小智就先给它喂了根猫条。你嘴巴是怎么了？你嘴巴不太对呢。完蛋，你是不是口炎？看看嘴巴，看看嘴巴，看看。不对，你看，疼，疼，他嘴巴疼，他嘴巴疼，他嘴巴疼，有口炎。哎呦哎呦哎呦！你看看看，明显疼。哎呀，天哪！那怪不得被弃养了，应该是送到医院去查出来口炎，治疗费用很高。对，它真的很乖，虽然嘴巴疼，但也没有因为疼出现攻击人的行为。是，来我们家就没事了啊。好，不怕。看我跟小智在仓库里待了半天还不出去，八条就吃醋了。八条在外面叫。你先别进来，你先别进，不进，还不让我进？不进，有被子我有猫啊！不可以进，不可以进，不可以进，八条，乖乖在外面待着啊。我们给这个小猫放在了一个单独的隔离柜里，刚给它放进去，它就乖乖的上了厕所。但是这被八条看见了，它就更生气了，堵在柜子旁边骂它：“臭八条，别搁这了！”咋的了啊？又生气了啊？你说呢？现在外面那么冷，它在外面会被冻死的。不会生气了啊？八条是乖宝宝，对不对？对嘛，哄好了八条，第二天我们就带这只小猫去了医院。经过仔细的检查，确诊了口炎，而且它还携带杯状病毒。它很害怕，一直躲在角落里，但是一叫它，它还是会忍不住跑过来。咪咪，过来，来。这么乖的猫咪，真不知道主人是怎么忍心抛弃它的。好在它的口炎不像当初的大嗓门子严重到必须要全口拔牙。回家以后，我们每天给它喂药，还在它的饮食里增加了乳铁蛋白。再带它到医院复查的时候，它的口炎已经有了些好转，以后小家伙再也不会被抛弃了。上次抓住绝育的那只小橘猫已经休养好了，放它回去的时候呢，它是头也不回就跑了。刚把它放走，当天我们就又抓到了一只跟它一样的小橘猫，而且也是只母猫。同样的，我也带它做了绝育，打了耳标，又让它在我这休养了1周。因为它的脾气特别臭，给它摘脖圈的时候真的费了很大的劲儿。好，乖，好，脱掉了。然后临走的时候，它还狠狠地咬了我一口，拿掉了这个，哎呦，连防抓手套都被它咬穿了。生怕它再咬我一口。可能是咬了我一口还不解气，它都走了还不忘回头又瞪了我们一眼。你等着！真的可怕，还回头看我们，还看。院子里的猫以为我又在往屋顶上放吃的，就都不乐意了。熬个屁呀！都过来，过来这边吃。木木都在这等着了。之前用竹子给他们做的这个猪食槽实在是太好用了，一堆猫都可以围着一起吃。给他们吃的这个蓝氏的乳鸽烘焙猫粮，一包里面就有3只乳鸽，91%的鲜肉含量，特别长肉。而且他们家这个低温烘焙的甜甜圈颗粒，表面干爽酥脆，适口性好，还不用担心黑下巴。那边正吃呢，这边又来了个蹭饭的。你看什么？要想蹭饭，拿蛋来换。跑还挺快，这些小家伙越来越精了。不过这又不容易放，迟早都得把蛋交出来。带八条坐飞机去挪威，出发之前要先给他注射芯片。八条，现在你咋样？怕不怕疼？好的，八条真乖。关你屁事！虽然嘴上说好的，但到了医院，八条就后悔了。好在过程很快，也很顺利。八条，疼吗？
用扫描器检查一下，扫一下。以后咱们就是有身份的喵了。回家后，去球，疼，去球。准备工作做完，我们就开着车带8条从郑州赶到北京。在高速上，我们还遇到一辆大货车侧翻在我们前面，希望司机平安，大家开车也要注意安全哦。到机场了，先给8条称个体重，要求是8条不能超过8公斤，去掉猫包的重量，8条凭借他一身的腱子肉也是差点不合格。他这一堆手续办下来，出个国可比人都贵了。好在过程一切都顺利，可以进来候机了。这次带8条去挪威，可以让他见见世面，也正好能看看院里喵们一直在吃的 VK2磷虾油的产地，还计划带8条到磷虾捕捞船上看看去。哎，8条，不能上去，下来，那人坐的地方，快点下来。臭8条，有些人是不喜欢小猫咪的，你出来去公共场所不可以往座位上蹦，知道吗？8条应该是听懂了，他想了一会儿，就乖乖的到座位下面去休息去了。准备登机了，8条赶紧上了个厕所。他也知道，现在如果不上，待会儿就得憋好久了。要出发喽！8条到座位啦，在天上看一看祖国的美好风光。法航的航空餐味道还不错，而且飞机上是可以喝酒的。隔壁的大叔不会沟通，我们就用自己蹩脚的英文帮他要了份鸡肉饭配啤酒。飞了13个小时，我们先是到了法国巴黎，8条已经忍不住他好奇的小脑袋了。然后我们赶紧到了卫生间，让8条上了个厕所。这个大社牛在机场是吸引了一堆眼球。接下来还要再飞3个小时到挪威的奥斯陆，咱们挪威见喽！带8条去挪威的这一路，我们都在追着太阳飞。出发的时候是白天，坐了13个小时的飞机了。等我们到法国巴黎的时候还是白天。短暂休息了一下，然后又转机3个小时，我们是终于到了挪威奥斯陆。因为行李比较多嘛，都托运了。下飞机的时候呢，8条就跟着在旁边等行李。我感觉他好像会算数似的。搬行李的时候呢，他一直坐在旁边等，等都搬完了，他也就起身了。上。臭8条是真的很精，我跟他说上来，他就知道，哎，可以不用走路了，就站在行李箱上让我推着他。可能是出来玩太开心了，上车去酒店的路上，8条还开始踩奶了。这15斤的肌肉猫踩在身上，那感觉真的跟按摩没两样了。到了，下车。刚下车，8条就被挪威的电车给吸引了。这车都开走了，他还在那盯着看。别看了，8条，明天带你坐电车去，走。到房间休息一下，明天带8条坐电车去奥斯陆很有名的雕像公园看看去。到挪威的第3天，我们带8条去看了海和雪山。车刚开到海边，8条就已经迫不及待地站起来了。有时候真的感觉他的动作和表情都像个小孩。因为害怕他冷嘛，我就在挪威当地给他买了件防风衣。谁能想到，就这块布居然价值800人民币！哦，好漂亮！这是8条喵生当中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大海。结果8条走到海边的第一件事，居然是开始啃草。海边的草不咸吗？8条，他就跟个好奇宝宝似的，一看到什么他都得凑过去瞅瞅。挪威这边的自然风景是真的很美，感觉随便截个图都能当封面。在海边待了一会儿，我们就开着车继续往山上走。随着海拔越来越高，周围的景色也都变了。我们挑了一个合适的位置，想让8条下来看看雪山，结果他又顾着啃草。不过很明显，这边的草不好吃。8条，快看外面。看完雪山，还要带8条去坐轮船。这一路他都趴在我老妈的胳膊上看风景。等到轮船靠岸，我们就可以把车开上去了。刚从车上下来，8条就拽着我是一路往甲板上冲。明明他也是第一次坐船嘛，但就感觉他好像对路线特别熟似的。有时候我是真的感觉8条的胆子大的有点太过分了。这轮船的边我都不敢离得太近，但是他呢，就悠哉悠哉的走过去，还能把脑袋伸出去到处看。下船以后，我们又带着8条去体验登山电车。在这里有很多狗狗在陪主人一起排队，这边对宠物是真的非常友好，各种公共场所、交通工具，宠物都是可以上去的。我也是第一次坐这样的登山电车，一堆人和猫咪狗狗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，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，就是特别和谐美好。登上山顶能看到好多好多大狗狗，每一个主人都认真负责地牵好了绳子，遵守规矩，不给别人带来麻烦。
每一个路人也都习以为常，这些狗狗就是人类世界里的一员，没有一个人会向狗狗和主人投去异样的眼光。然后这个臭八条在他们当中挑了个儿最小的一个交朋友，看把人家吓的。从山上下来，我们到了挪威贝尔根的一个小广场，这里的建筑都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。这个真的路头吧？对，是的，他们这儿肯定是真的。我们带八条在这里逛了很多很有特色的小店，每家店对宠物都很友好。我们也在这里见到了整个旅途除了八条以外的第一只猫。She doesn't like that other people are in her store. Oh, yeah. 从小店出来，我们看到了一个街边艺人在作画，感觉这会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礼物，所以我们挑了几张。哪张？这个吗？那张，对，那个。回头直播的时候把它放到福袋里。接下来要带八条去法国巴黎了，期待一下八条在巴黎能不能交到新的朋友。挪威的乌鸦居然想吃八条。昨天刚到挪威，八条就被电车给吸引了，所以一大早我就带它来坐电车了。这边对宠物真的很友好，公共交通宠物也都是可以上去的。因为人口比较少嘛，哪怕在市中心也没有看到很高的楼，整个街道呢感觉都非常的空旷。大概是坐了20分钟的电车，我们就来到了奥斯陆很有名的雕塑公园。这里的雕塑是展示了人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。因为担心咱们有些家长认为裸露的艺术会荼毒自己孩子的眼睛，所以请原谅我就不能给大家展示太多雕塑的画面了。在这里，八条还交到了外国朋友。很明显，这位外国友狗有点害怕八条。之前不是一直跟大家说八条15斤，你们都不信吗？这回对比一下，大家应该能看出来了吧？八条的体型可是比一般狗都大了。然后我们在这里还遇到一个奇怪的家伙。我带着八条找了一处很美的风景，想拍点视频，没想到就被这小家伙给盯上了。本来呢，我跟八条是很开心的在草地上跑的，结果这小家伙就突然跟过来了。而且我们就算换了地方，他还是在后面跟着。嚯，他就是故意过来的。他就是故意的。接下来整个公园的行程里，他都一直是跟在旁边，而且还叫来了很多他的小伙伴，一起冲着八条叫。乌鸦很聪明，他们之间也是有交流的，而且乌鸦还很欠。之前我就看视频，乌鸦特别喜欢咬别的小动物的屁股。哇，这乌鸦越来越多了。八条，你快点跑，他们要咬你屁股，快走！八条也怕被咬屁股。不过我仔细观察了一下，他们应该是没有恶意的，一直都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。当然啊，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在旁边，所以他们才不敢来招惹八条吧。时间长了，八条看他们就只会叫，就也不把他们当回事了，自己就该干嘛干嘛。出来的这一趟，明显能感觉到八条特别开心，在地上都开始打滚了。难得看到这么大的草地，八条就激动地带着我一路狂奔。明天打算再带他去雪山附近看一看。带八条到巴黎看埃菲尔铁塔。挪威的行程结束以后，我们打算从贝尔根坐飞机到法国巴黎。这个臭八条心是真的很大，都准备登机了，那么多人在排队，他还在旁边悠哉悠哉的采奶。我们一共飞了3个小时，到巴黎的第一站就是埃菲尔铁塔。拍照了，八条，看我。刚拍完照，八条就在铁塔下面开始啃草了。出国这一趟，他算是把每个地儿的草都尝了一遍了。看完埃菲尔铁塔，我们又带八条去了卢浮宫。正往杜乐丽花园走呢，八条突然就被乌鸦给包围了。在他们的召唤下，这所有的乌鸦全都跑过来看八条来了。都来了，全来了，全来了。不仅是乌鸦，我刚带八条到水池边，那些鸭子也成群结队的跑过来了。可能他们都是第一次见外国猫，所以比较好奇吧。但是等八条从车上下来以后，这群鸭子又都游走了。欲擒故纵这一套可算让他们给玩明白了。不知道八条身上是有什么特殊魔力。我们在路边吃饭的时候，那些鸽子也被他吸引过来了。当时我们正在吃薯条呢，然后小智干脆就开启了喂鸡模式。结果一直追着八条那几只乌鸦不乐意了。闭嘴！我嫌乌鸦吵，就丢了根薯条给他。结果他居然嫌我的薯条太硬，还放到水里泡软了再吃。原本还以为是巧合，结果另一只也跟着过来泡水吃。这不得不承认，乌鸦实在是太聪明了。
后面我仔细观察了一下，这些小家伙跟人类相处的都非常和谐，没有人会去伤害他们，所以他们也都特别的放松。或许在他们眼里，人类就是会给他们薯条吃的大朋友吧。带8条来逛巴黎的奢侈品店，我们先是到了巴黎比较有名的老佛爷百货，商场是宠物友好的，我们可以牵着8条在里面溜达。我们去逛了很多店，像 LV、爱马仕、GUCCI、迪奥，去的每家店都是畅通无阻。对于宠物的友好，不仅是店里的顾客，包括这些店员们也都超级喜欢。男孩子。后面我们还去了其他商场的奢侈品店，带8条进去都是没问题的。可能是8条太吸睛了，尽管隔了8500公里，我们还是遇到了很多粉丝。8条，他谁都不怕，他哪里都去过。猫猫叫8条，绿意的话呀就把堵到了母上去，绿是个母，绿是个母啊，红包嘛，两个很老名的，很有名。对呀，多找几张，多按几张啊，随便多按。好的。好。最后，这位热心的粉丝姐姐还送了8条爱马仕的香水和丝带。哦，看来8条很喜欢这个礼物，一直在那蹭。买完东西吃饭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了一只养在法餐店里的猫咪。这只猫在店里飞檐走壁的，客人都没有意见。大家对小动物的包容性是真的很高。而且我发现产自咱们大中华的狸花猫在这边是特别受欢迎，养的人真的很多。吃完饭出来以后，我们在路边又遇到了一只狸花猫。街上来往的人很多，它就乖乖地依偎在老奶奶怀里，能看得出它被照顾得很好。这让我想起一句话：我是流浪汉，但我的猫不是。看到这个小狸花，突然很想咬咬。看来咱们是时候回家了。8条，给你买的雨衣到了，这给你买的可是 Supreme Super Dog， 超狗，这也太适合你了吧？哎，多适合你啊！你给它咬下来，下雨出不了门了。你快穿上试试。我来跑，这雨衣，快点。你别动，你穿上试试，肯定好看。不是，试试。这穿上不是刚好吗？多好看啊！再走2步。好，我带你出去玩。但是8条，你看了没有？外面这个太阳的好像有点大，就是雨衣好像用不着了。全球。8条，把灯关了。墙上那个按钮，你按一下。有时候我真的感觉8条就不像一只猫。正常猫感兴趣的东西，它都觉得没意思。别的猫都在忙着吃东西呢，它在后面荡秋千。然后它还老想尝试人吃的东西。给我也尝尝。猫不能吃，你吃了拉肚子，我跟你说。你吃完必死无疑。你吃完必死无疑。我觉得重点是它现在行为逻辑开始逐渐人化了。前2天打扫卫生的时候，吵吵不小心溜进来了。他先是去用了8条的猫砂盆，然后又吃了8条的猫粮。8条在旁边看着可生气了，但在他开揍之前还不忘先说一句：“揍完回来，他还不忘把刚才吵吵用过的猫砂盆给再清理一遍，就好像有点洁癖似的。而且8条是真的会吸猫啊，他可能真的把图图当宠物了，每天抱着各种吸。8条，你不会真把自己当人了吧？啊？这2天一直下雨，给8条都急坏了。爸爸，谢谢。这外边雨下这么大，8条也别想出来玩了。几只猫都在亭子里躲雨，然后小胖在猫屋里睡觉。我逛了一圈也没看到瑶瑶，估计他又偷跑出去了。外面下太大了，等晚点再看看吧。这个雨是没完没了了，下了不停的。这个臭姐姐，下个雨还搁这荡秋千。瑶瑶，你回来啦！你个臭猫，下雨天还搁这到处跑。
还是玩不了啊，那外面一直下着呢。这要是出去了，脚上得踩一脚泥，然后身上还淋湿了，回来得洗澡。你就那么想玩是吧？那我现在给你买雨衣，那过两天雨衣到了，就可以带你出去玩了，好吧？都等了1天了，咋又要等几天？因为猫屋里有空调，现在小胖也都住在里面，不愿意出来了。然后他自己的狗窝呢，就彻底闲置了。狗窝的后面是我们家采光井，大概还有4、5平的空间，一直都浪费了。把狗窝挪走的这个空间就能利用起来了。之前瑶瑶每一次都是从狗窝这上面爬出去的，这2天又听邻居说头围的流浪猫眼睛被人用弹弓打瞎了。听到这种事儿真的很糟心。狗窝挪走以后，这边的围栏就太低了，为了院子里这群小家伙的安全，围栏要一根一根的给加高。现在回想一下，之前总来我们家蹭饭的瑶瑶的那几任前女友，已经好几个月都没看见了。这几天我们打算去调一下小区的监控。那个玩弹弓的邻居，我知道你能看见我这条视频，我希望你明白，网络的力量是很强大的。围栏加高以后，再在上面加一些装饰就 OK 了。我在这边忙的是不可开交，这几个臭猫在后面悠哉悠哉的，好想送他们去打工啊。现在腾出来的这个空间呢，给它打扫干净以后，就可以给院子里的猫们摆一点猫抓板啥的。这个小橘子们贼喜欢的跑步机就可以放上去，但是现在放在户外风吹日晒的，必须要给它做个碳化，这样才更耐用一些。放过去以后，凡凡这个小神经病就开始玩了，然后瑶瑶呢就在旁边研究怎么出去。别研究了，那么高你出不去的。以后都不许你出去了哈，你就老老实实在家待着，听见没有？大嗓门子前2天不是偷跑出去了吗？我一直在小区里找他。大嗓门子，但他看见我就跑，而且他躲在草丛里不出来。这种情况我只能试试看让8条帮忙了。8条，你帮我把大嗓门找回来，我给你开罐罐，给你开2个。开门。一出门，8条就在那左右看，确定了大概位置以后，就开始带着我找。其实我本来没抱什么希望的，因为找到倒是不难，但他躲着我，一直在草丛里也不出来，我总不能让8条帮我把他抓出来吧？8条，你是不是搁这磨洋工呢啊？大嗓门在草丛里面，你是在大路上晃悠，能找到他吗？哎，是不是大嗓门在叫？他出来了。那会儿我是真的震惊了，猫咪之间肯定是能传递什么信息素的，所以我怎么叫都没用，那8条一过来它就出来了。紧接着呢，大嗓门子就走过来，对着8条好像是在交流什么。他俩交流完，大嗓门子就跑到我面前的井盖趴下了，感觉是要跟我谈判。不过我是真搞不懂他的意思，他看我听不懂，就带着我往一个方向一直走。干嘛呀？我感觉他在带我走路似的。干嘛呀？他好像在带我往哪儿走。啊？哪里？哦，那不是我们喂食的碗吗？饿了是吧？是饿了是吗？这回我才明白，他应该意思是我给他弄了好吃的，他才愿意回来。回了院子以后，他就在屋顶上等着，然后我就给爱心小屋里加上了猫粮。大门子，你吃完就得回来了哈。等了半天，他吃饱了，终于是愿意回院子了。然后8条、大壮、小胖全都围着他，生怕他再跑出去了。看来这院子我还得想办法再升级一下了。图图现在每天跟着8条混，真的学会了不少东西。图图呢？对，像握手、击掌这种技能，他都已经完全掌握了。不过他一直不会用猫砂，甚至犯了跟8条小时候一样的毛病。哎，图图，你不啥都切啊你？你知不知道你8条大哥为啥叫8条啊？8条在旁边瞅着，可能是想起来自己小时候因为吃猫砂少了一条命。第2天他就开始教图图上厕所了。会了吧？虽然8条就示范了那么2下，但是图图居然真的学会了。那一刻我就感觉猫咪之间肯定是有自己的语言的，它们是能交流的。不过8条的活是从来都不会白干。他教完图图就赶紧跑过来按个吃，
然后往地上一坐，瞪着个卡姿兰大眼睛看着我。要罐罐。我给8条的罐罐里专门加了 VK 的磷虾油，磷虾油的吸收率比鱼油高很多，适口性也更好。8条现在每天都在吃，它的掉毛量明显变少了很多，毛发也特别柔顺，甚至都闪闪发光。我刚把罐头给8条，图图就跑过来了。8条看他大口大口的在那儿吃，气得就想打他，然后想了想又把手收回去了。他是真的很宠图图，但是图图这个大胃王，他不仅把罐头吃光了，就连盘底那个磷虾油都舔干净了。8条过来的时候基本就剩个盘子了，然后我就在那拍视频笑8条舔盘子。8条越想越气，就跑去骂了图图一句。自从咱们院多了这5只小橘猫，我算是见识到了什么叫大局为重了。都说橘猫能吃，以前没什么感觉，养了它们才知道，只要有吃的，它们就拼命往肚子里塞。你看看这一个个的肚子，肥得跟小飞象似的。有点浅和有点吵，它俩也是巨能吃。刚捡到它们的时候呢，它俩加起来才巴掌大，现在别说巴掌了，我这43码的拖鞋都快装不下它俩了。厚脸皮子在家休养这段时间，尾巴已经好多了。他现在每天都会慈爱地盯着柜子里的小猫，我都怀疑这几个小猫是不是他绝育之前在外面惹的事儿了。不过这小猫还没有打疫苗，暂时不能让它们接触。而且厚脸皮子以前天天在外面跑，我看他没事总是挠痒痒，很可能身上有虫，回头别传给小猫了，得赶紧给它驱虫。最近给他们用的是这个普安特艾迪克体外驱虫药，它的主要成分是进口的非波罗尼滴剂，是作用在皮肤表面进行驱虫的，不伤害宠物，温和安全，对跳蚤、虱子和大部分寄生虫都有很好的驱除效果。用的时候把猫咪脖颈的毛发拨开，滴在上面就可以了，操作很简单。正驱着虫呢，就听见柜子里咣咣当当的，这个有点烦，又在欺负有点短了。他这个性格真的没谁了，别的猫得驱虫，我看他得驱魔，还是有点凶，比较像个女孩子的样子。哎呦，还被误伤了。你能不能有点女孩子的样？操，这臭猫，也不知道是随谁了。你干嘛？我一教训小猫，你就这个眼神看着我，我又没教训你，瞪大眼珠子的啊！这仨小猫名字不都取好了吗？有点烦，有点凶和有点短。但是仓库捡来这俩小猫呢，名字一直没确定。本来这个颜色比较浅的小妹妹呢，我是打算叫它有点新的，结果大家评论区都在说要叫它有点浅，小名浅浅，所以就听大家的，就叫它有点浅吧。但这只怎么办呢？它的争议太大了，大家点赞比较多的有3个名字，有点馋，有点吵和有点圆，我实在是选不好了，还是交给8条吧。8条，最后这个小妹妹的名字交给你来选吧。谢谢爸爸。让你选个名字还谢谢我，你这么有礼貌啊？臭8条。我跟你说下规则啊，你同意就按是的，不同意就按不是，听懂了吗？第一个名字有点圆，8条还没选呢，小妹妹自己过来按了个不是。不是。看来她是不想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。有点圆不喜欢是吧？小姑娘家家的，对别人说有点圆有点胖不高兴是不是？生气。那有点馋呢，说你贪吃行不行啊？生气。也不行，那就剩一个名字了，有点吵，行不行？没得选了，就叫有点吵吧，这名字挺适合你的，你天天那么爱叫。有点吵，吵吵。行，那就这个名字吧，就叫有点吵了。以后在仓库里捡的这俩小家伙还没养大呢，8条又出去给我捡俩小猫回来。前几天晚上8条趁我开门的时候自己跑出去玩了，当时我正在打电话，完全没注意，就把门关上了。凌晨1点多发现8条不在家，就赶紧跑出去找他。这路上就遇到了2只小猫。哎呀，眼睛都这只小白猫的状态不太好，整个眼睛都糊住了，抓它的时候它也不知道反抗。但是小橘猫就挣扎得很厉害，我怕它跟当初的咬我一口一样再咬我一口，就让小智回去拿了手套才把它抓住。到家以后观察了一下，发现小白完全看不到东西，它全靠听声音来分辨位置。它这个眼睛给它擦了有20多分钟才擦干净，好在擦干净之后它睁开眼睛还能看到东西，只是它太瘦了，就剩个骨头架子了，而且它还在拉肚子。家里有抗病毒的眼药水，就赶紧先给它滴上了。小橘的眼睛也是红肿的，而且它有一只眼睛雾蒙蒙的，感觉受过伤。因为它们身上有病毒，只能先隔离起来，
洗手消完毒之后，还得出来继续找八条。找到他的时候，他居然还悠哉的在路边打滚。八条，你还给我在这打滚，你个臭猫！你看你身上弄的啥呀，脏死了！真是个臭猫，大半夜的非得出来玩。这回又多俩小妹妹，以后他们的罐头都从你罐里扣了啊！小白的状态实在太差了，而且他不愿意吃东西，我们只能用羊奶粉泡葡萄糖硬喂给他吃。相较之下，小菊的状态要好很多，起码他愿意主动吃东西。因为小白体质太弱了，害怕他会失温，所以又给他弄了暖宝宝和电热毯，垫上了旧衣服。可能小菊也知道小白不舒服吧，所以一直默默地陪在他身边。为了给小白续命，我们每隔一段时间都会给他喂一支葡萄糖，但他自己什么也不吃，就这样坚持了2天，小白还是去了喵星。小菊可能知道自己的妹妹走了，就在旁边着急的一直叫，伸手摸她的时候，她就会抱着胳膊在那委屈的趴着，她肯定也很难过吧。为了让她的体质好一点，每天除了吃猫粮，还会单独给她喂羊奶增加营养，然后又单独给她弄了个猫柜，把她隔离在里面。每天都坚持给她滴眼药水，所以现在眼睛已经好多了，也长胖了一点。希望这个小家伙能健健康康的长大吧。捡来的小猫把8条小帐篷给占了。占了8条。爸爸，妈，爸爸有妹妹啦，不疼8条啦。你好，骗人要，谢谢。爸爸有妹妹啦，不疼你啦。骗人骗人。他骗你的，对，他骗你的。爸爸最疼8条了，是吧？最疼8条了。骗人。爸爸又不要你啦。